上回说到，贾雨村这个职场大魔王带着甄士隐给的启动资金，连夜跑路，一路开挂，考公成功。正当他春风得意，准备大展宏图时，突然被参了一本，直接被踢出了编制。你说惨不惨？别急，这只是他王者归来前的隐藏任务。他被革职后，来到林如海家当家庭教师，教林黛玉就是咱们的真女主。这林如海，你听听这名，如海一般的有钱，人家是前科探花，官二代出身，娶了个贾家的女儿当老婆，背景硬的不行。就在雨村老师在家躺平的时候，一个名叫张如圭的同事突然出现，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老贾家的贾政要重新启用旧官员了。雨村一听，这不就是我重回职场的外挂吗？但怎么搭上贾政这条线呢？雨村老师的职场导师冷子兴上线了，给他指了一条明路。你不是在林如海家当老师吗？林如海是他妹夫啊，你找他写封推荐信，这事儿不就成了？雨村一听，茅塞顿开，第二天就去找林如海。结果一开口，发现这林如海简直是人间显眼包。林如海一听雨村有求于他，直接笑道：“哎呀，我太太去世了，正愁没人照顾小女呢。既然您是小女的老师，这忙我必须帮，我这就写封信给内兄贾政，保证让您复职。钱的事儿您也别担心，我一并写信交代清楚。家人们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天上掉下的金饭碗。”雨村老师啥都没说，林如海就把所有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还自掏腰包。这就是顶级圈子的社交，人情世故比你想象的简单粗暴得多。雨村老师感激涕零，又多问了一句：“您内兄是哪位高人啊？我怕我这小号级别不够，不敢去见。”林如海淡淡一笑：“那叫一个凡尔赛。哦，我俩内兄啊，大内兄贾赦，现任一等将军；二内兄贾政，现任工部员外郎。他们都不是那些轻浮之辈，否则我也不敢麻烦您去拜访。这不就是顶级大佬的谦虚吗？”雨村老师一听，这贾家牛啊，这俩舅兄，一个是军界大佬，一个是政界新星，随便一个都能让自己平步青云。林如海又说：“正好，我打算初二就送小女进京，您俩可以一路同行，岂不美哉？”雨村老师一听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这不仅省了路费，还能和女主一路同行，简直是爽到飞起。然后咱们的女主角林妹妹林黛玉上线了，这个人间眼泪机器，虽然身体多病，却自带一种若柳扶风的顶级美貌过府。她的父亲林如海说：“你妈妈去世了，没人照顾你，不如去投奔外婆，正好减我的那股之忧。”黛玉心里虽然不舍，但为了老父亲，还是含泪登上了开往贾府的豪华游轮。雨村老师也带着他的2个小跟班蹭上了这趟顺风车。到了京都，雨村老师先是拿着林如海的推荐信去荣国府投递。贾政一看是妹夫的信，又见雨村谈吐不凡，长相魁梧，最重要的是这人是读书人。贾政最爱读书人了，于是贾政直接给雨村开了绿色通道，不但帮他搞定了复职，还直接给他安排到了一个顶级肥缺精灵应天府。不到2个月，雨村老师就成功上位，直接从失业游民变成了市长大人，简直是教科书级的职场逆袭。这边贾雨村完成了自己的主线任务，潇洒离去，而我们的女主林黛玉才刚刚要进入贾府。黛玉一路上都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我妈说了，外婆家可不是一般人家，我要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千万别被人笑话了去。这戒备心一开，她就开启了观察者模式，从车窗往外看，京都的繁华超出了她的想象。进了贾府，看到赤枣宁国府和荣国府2块金光闪闪的牌匾，就知道这贾家是皇亲国戚，顶级豪门。到了荣国府，他发现连门口的小厮都眉目秀洁，丫鬟们更是穿着红着绿，一水儿的颜值在线。刚进门就听见有人喊：“老太太正念叨呢，可巧就来了。”这就是贾府的欢迎仪式，自带 BGM 和群演，台唱十足。黛玉进屋，只见一个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，一把将她抱住，喊着心肝儿肉，哭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。家人们，这就是咱们的终极 BOSS 贾母。贾母一哭，在场所有人跟着哭，黛玉也跟着哭，现场直接变成了大型哭泣派对。哭过之后，贾母开始介绍家庭成员：大舅母邢夫人，二舅母王夫人，大嫂子李纨，大家一一拜见。然后贾母叫人去喊3位小姐妹，快来见远客。不一会儿，3位小姐妹来了。第一个肌肤微丰，温柔沉默，是迎春；第2个削肩细腰，顾盼神飞，是探春；第3个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，是惜春。黛玉一看，这3个姐姐气质各异，但都端庄大气，大家互相见礼，然后开始叙旧，又是一顿关于黛玉母亲去世的哭哭啼啼。哭完，大家开始凡尔赛式聊天。贾母问黛玉吃什么药，黛玉说：“我从会吃饭起就吃药，吃了多少名医的药都没好。”随后，她提到了一个赖头和尚的骚操作，说这和尚让她不许见哭声，除了父母外，不许见外亲，否则病就不好。家人们，这就是作者的预言，林妹妹这辈子就是来还眼泪的，不让她哭，她怎么还债呢？所以这病注定是好不了的。正说着，只听见后院传来一阵笑声，一个自带音效的丽人闪亮登场。我来迟了，没得迎接远客。黛玉一听，心想这贾府的人都这么收敛，这是谁啊？这么放肆。结果进来一个彩绣辉煌的女人，带着金丝8宝攒珠髻，身穿缕金百蝶穿花大红袄，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，自带丹凤眼和柳叶眉的顶级配置。最牛的是那句粉面寒春微不露，单唇未起笑先闻。这就是我们的疯辣子王熙凤。贾母笑道：“你不认识她，她是咱们这儿有名的泼辣货，你叫她疯辣子就行了。”凤姐一上来，先是把黛玉上下打量了一遍，然后开启嘴甜模式。哎呀，天下怎么有这么标致的人？简直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，像嫡亲的孙女儿。只可怜妹妹命苦，姑妈偏就去世了。说着，她又开始哭了起来。贾母赶紧制止：“我才劝好，你又来招她。”凤姐立刻见风使舵，转悲为喜，又开启霸总模式。妹妹几岁了？可上过学，别想家，要什么吃得完的，只管告诉我。家人们，这才是真正的双面人，前一秒还在哭，后一秒就成了贾府的客服经理，业务能力一流。接下来，黛玉又去见了舅舅们。贾赦假装身体不舒服，说见了姑娘彼此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。黛玉只好拜见了王夫人，又听到了关于混世魔王贾宝玉的避雷警告。王夫人说：“我有个孽根祸胎，是家里的混世魔王，他今天还愿去了，你以后别理他。”黛玉心里一惊，这不是我妈常说的那个贤育而生的表哥吗？王夫人又说：“你别听他花言巧语，他疯疯傻傻，一时甜言蜜语，一时有天没日，千万别信他。”黛玉一答应，心里却盘算着这个表哥到底有多奇葩。晚餐时间，贾母坐在主位，王夫人、李纨、王熙凤都在旁边伺候，排场大的吓人。黛玉被安排坐在左手第1张椅子上，黛玉堪比贵宾。吃完饭，贾母问黛玉念什么书，黛玉说4书。贾母又问几个姐姐，贾母说读什么书，不过认几个字罢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一阵脚步声，丫鬟喊道：“宝玉来了。”黛玉心里一惊，这个混世魔王终于要登场了。只见一个青年公子进来，头戴紫金冠，身穿大红箭袖，外罩石青褂，面如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，鬓若刀彩，眉如墨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脖子上挂着一块美玉，这不就是咱们的真主角那块通灵宝玉转世吗？黛玉一见，惊得心里想：好生奇怪，倒像是在哪里见过。
这就是主角和女主的初次见面，自带前世今生的滤镜。宝玉一见黛玉也惊了，他心里想，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贾母以为他胡说，宝玉却说虽没见过，却看着面善，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。家人们，这情商，这骚话，哪个妹妹能顶得住啊？宝玉又问黛玉，妹妹可曾读书，可有玉没有？黛玉说自己没有玉。宝玉一听，当场炸毛了，他把脖子上的玉摘下来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骂道：什么罕物，人的高下不识，还说灵不灵呢？我也不要这劳什子，这混世魔王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。他这行为看似无理取闹，其实是为黛玉鸣不平。他觉得既然黛玉这么好，为什么她没有玉？既然没有玉，那这块玉还有什么用？贾母赶紧哄他，你妹妹原有玉的，是你姑妈去世时带着殉葬去了。宝玉一听，这才转怒为喜，而黛玉也因此赢得了贾母和宝玉的顶级宠爱。贾母当晚就决定让黛玉住在宝玉旁边的碧纱橱里，还给她配备了2个嬷嬷和2个丫头，其中一个就是贾母亲自给她安排的2等小丫头莺歌。而咱们的宝玉身边有个大丫头叫袭人，这袭人可不是一般人，她原名蕊珠，是贾母亲自挑选送给宝玉的。她心里只有宝玉，还经常规谏宝玉的奇葩行为。当晚，袭人就来找黛玉聊天，告诉她，姑娘，你别伤心，以后比这更奇怪的事儿还有呢。黛玉这才知道宝玉的疯疯傻傻只是日常操作。故事的结尾，第2天早上，黛玉去给王夫人请安，结果正值王夫人收到金陵来的信件，说薛家姨母的儿子表兄薛蟠以仗才是打死了人命。家人们，别以为故事就到这里，黛玉才刚踏进贾府，就迎来了疯辣子王熙凤的下马威，下一秒又要遇见那个命运绑定的混世魔王贾宝玉。他俩的初次见面会是天雷勾地火，还是一眼万年的宿命重逢？而偏偏就在这时，金陵薛家的消息传来，薛蟠闯下大祸，一命呜呼的血案将贾府拖入风暴眼。想知道黛玉和宝玉这对前世今生的冤家如何开局？想知道薛家登场会怎样搅乱这场豪门盛宴？点个关注，咱们下回见真正的大戏，这才刚刚开始。